Hello， 大家好，我是傻皮。最近有比较多的小伙伴们私信我说，让我介绍一下真4宝可梦。我寻思着，之前我不是已经做过一期它最强的4只宝可梦吗？你们说有点少是吧？那好，这期就全面盘点一下真4收获过的所有宝可梦吧。据我统计，一共有18只。好吧，咱们慢慢来。1. 圈圈熊，在 DP 第6节，小人在冥幻之森被突然出现的圈圈熊袭击，仓皇逃窜，而真4反击了行之，直接派出小火焰猴击败了他，然后将其收服。查看了他的能力之后，真4对其的评价是马马虎虎。之后圈圈熊作为真4的宝可梦非常活跃，并且每次打小火焰后他都会出来。在 DP 80级，小智和真4对战的时候，真4派出了他展现出了压倒性的力量，将小火焰猴暴揍了一顿。不过之后小火焰猴的猛火爆发，失控的他反过来将圈圈熊锤了一顿。DP 126级，在实战对战中，真4也使用他被雷吉洛克电磁炮击中，陷入麻痹状态，无法动弹，结果被雷吉洛克的坚实攻击打败。在 DP 130级，真4与小智在瑞之湖锦的全员对战中，他也上场了。他连续击败了小智的勇气鼬、姆克因，接着面对皮卡丘，他虽然被境界特性触发了麻痹，可是同时毅力特性发动，提升了攻击力的他直接干掉了小智皮神。不过连续对战后的他不敌小火焰猴。在联盟赛上，他虽然没和小智对战，不过在之前和阿炫对战中他出场了。面对格斗系的沙瓦狼，他不仅接下了飞机踢、白人的飞腿和火焰踢，而且还在稍稍后一击反杀沙瓦狼，可见其实力之恐怖。我觉得他这个特性还挺厉害的。电击魔兽，在 DP 第3集中，还是电击怪的他作为真4的跟班出现，他也是真4第一只已知宝可梦。他和小智皮卡丘对战，仅1段的他就皮神打成了平手。之后他在各种战斗中都非常活跃，是真4的重点培育对象。在 DP 15级，他虽然属性不低，但却能够打败小泉石和馆主王牌宝可梦头盖龙，一举拿下徽章。而反观小智，在这个道馆上还失败一次，可见真4在作战上还是非常有一套的。在 DP 51级，他计划成了电击兽，与小智、小火焰猴一起打败了考皮和小光组合，拿下冠军。DP 126级，在与神奈对战中，因为准备不充分，被神奈雷吉洛克打败，这也是他为数不多的反击之夜。紧接着在129级，真4和小智展开一场6v6的全面对战，电击兽也参加对战。开始的时候使用光强给队友增加 buff， 在最后的时候和小智猛火对战，使用打雷造成麻痹效果，并最终打赢了猛火。在182级，真4和阿炫对战中，真4派出了已经进化成电击魔兽在属性优势下轻松击败了阿炫的王牌宝可梦帝王拉波。在186级，小智和真4的最终对决时，他也是压轴上场，轻松击败了小智天蝎王和皮卡丘，并且一度把小智烈焰猴逼入绝境。后来在真4的呼喊声中，烈焰猴重新站了起来，使用猛火击败了电击魔兽。另外值得一提是，真4所有宝可梦伙伴都是他帮忙收服的，这里就不一一举例了。总的来说，他实力强大，没有辜负真4的栽培。3. 波什可罗拉，波什可罗拉在126级中登场，起初真4想用它对战冰系道馆，不过神奈出现了，于是真4拿着临时组建阵容去挑战神奈。当时还是可罗拉的他被神奈雷吉艾斯使用极端光线触发了冰冻效果，当时虽然使用了铁臂进行防御，可是无法后续跟进输出，于是被电磁炮击中，失去了战斗能力。在184级，在与小智的最终对决时，他也上场了，真4拿他打头阵，一来就展现出了很强的防御力和攻击力，逼退了小智皮卡丘。但紧接着在和小智烈焰猴的对战过程中，被闪焰冲锋烧伤，随后被音速拳击败。4. 海流兽，他在184级中登场，是真4对上小智派出的第2只宝可梦，主要任务和波什可拉拉一样，尽量消耗对方的体力并探查阵容。值得一提的是，真4也让他学了小智的独门秘籍反绝防护罩，并且用泰山压顶和水光多段战术一度压制了小智的姆克因。不过在接下来和勇气鼬对战中，被勇气鼬用冰冻拳击败。我觉得真4把他送掉是个不明智的选择，因为海流兽能够克制该场消除了勇气鼬之外所有的宝可梦，极用光线能够4倍克制皮海龟和天蝎王，烈焰猴和皮卡丘的技能对他也不是很起作用。姆克因本来就不是他的对手，而真4却没有选择保留，真是有点可惜啊。5. 能王蝎，他和真4对上小智派出了第3只宝可梦，他的实力非常的强大，虽然行动不是这么灵活，但是他可收缩尾巴和钳子是致命的杀器，
轻松秒杀姆克因、有基友和土台龟，还撒下毒箭地，给小智后续宝可梦很大的压力。不过最后输给小智特需归来天蝎王，其他本身实力不输给天蝎王。要命的是被天蝎王火之牙触发烧伤效果，要不然还不一定输呢。6. 乌鸦头头，在 DB40级中，他被派出和主安利奥露莎对战，他动作很快，但在利奥露莎面前简直不值一提，很快被单杀。不过他的任务只是逼出利奥露莎1万冲击而已，之后不能更换利奥露莎，被队友收割。剧本他完成很好，只不过主安利奥露莎哪是你这么容易打赢的？在 DB66级中，他被真丝派出和格斗系道馆馆主阿里对战，使用神疗猛击秒杀阿里的玛莎拉和豪利。获胜后的真丝对其嘲讽道：“馆主就这点水平，还是别当了。”成功让阿里自闭。那我到底是乌鸦头头太强，还是阿里太弱呢？根据小智的表现，大概是乌鸦头头太强了吧。DB100级，他和小智草苗龟交手，这场战斗可以说开上了一个先河。照理说进化必开挂，但在草苗龟这就不灵了。进化后仍然不是乌鸦头的对手，被无情击败。真丝和小智在润之谷的对战中，他也上场了，又一次对上树林龟。很可惜树林龟没有能够报仇雪恨，还是被乌鸦头头无情击败。这一件事在117级，真丝带他参加勇悍大赛，不过他似乎对赛制不是很感兴趣，单纯就是把对方宝可梦揍扁，然后夺走圆环。这种作战甚至秒杀了上届冠军波鲁多的快龙，相当强悍。不过在小智的姆克鸟进化成姆克一后，在速度上超越了他，勇悍大赛他就输掉了。7. 铁面忍者，他185级对抗小智时候登场，他的速度非常快，小智天蝎王对其毫无办法。小智要将天蝎王收回，换上烈焰猴，在忍受住铁面忍者数招之后，烈焰猴就如闪电冲锋的热气将其灼伤，速度变慢的他被烈焰猴的一发音速拳直接击倒。8. 雪妖女，雪妖女在185级登场对抗小智皮卡丘，一度使用冰雹找天气优势，然后再利用鬼位般的行动对皮卡丘造成很高的伤害。不过等到冰雹停止后，皮卡丘抓住机会击伤了他。基于分出胜负的真丝并没有继续开冰雹，而是选择硬刚，虽然触发冰冻效果，不过皮神马上破冰将雪妖女击倒。话说皮神好像破很多次冰了吧？想逼住我皮神就2个字，呵呵。9. 马里拉，马里拉初次在和主安对战的时候登场，他虽然4倍克制利奥露莎，不过主安利奥露莎捉了实力敌的，借用光线的暴风雪，他一只手就挡掉了，然后一发浓身俯冲秒杀了他。在日之谷之战中，他和姆克因对战，虽然属性克制，不过同样姆克因的近战战4倍克制他耐久很差，于是被姆克因击败。10. 鸭嘴夜龙，他作为小火应用的替补登场的，实力很强，轻松秒杀格斗系道馆馆主阿里的王牌宝可梦路卡利欧。在对战神代时候，他被首发派出，不过发现属性不利就被收回。后来对抗雷吉斯奇鲁，他再次登场，很可惜他被雷吉斯奇鲁的铁头触发了害怕的效果，然后又被收回。最后在伙伴们一个一个倒下后，他被雷吉洛克击败。在 DB 129级中，鸭嘴火龙已经进化成鸭嘴焰龙，面对小智皮神，他毫不畏惧正面对战，并让小智皮卡丘进入烧状态，之后使用技能不断消耗。于是小智换下皮卡丘，派上勇气鼬，虽然勇气鼬属性上占优势，不过他却凭借着巧妙的战术让勇气鼬中毒，然后又被替换下场了。12联盟中，他出场对战阿勋的盔甲鸟，这时候一发喷射火焰就秒杀了对方。11. 天蝎王，他天蝎群的首领因为风向问题被迫停留在城镇，于是迫于生计他们在城市中抢东西，让居家小姐很是苦恼。不过真丝并不是来帮忙的，他只是看天蝎王很强，想要收服他而已。DB 80级，他被派出来对抗小智的天蝎，直接一招剪刀断头台就秒杀掉了他，展现出了超强的实力。不过后来却再也没有出现过，不知道是不是被放生了。12. 铁掌力士，他本人是挑战冰系道馆预约，意外的被真丝用去对付神代，虽然他的属性克制神代3圣柱，不过却没有有效的伤害到雷吉洛克，最终被打败。13. 林多王，和铁掌力士一样，他仅在 DP 126级中登场，他是对抗神代中表现最好的一只了。大地之力奥年贴对雷吉斯奇洛造成了非常高的伤害，不过对方毕竟是神兽，在硬接住10万伏特后，再用铁头打败他。14. 姆克尔，真丝一口气收服过3只姆克尔，查验图鉴能力后留下最强的一只。然这一只在之后击败了小智姆克尔之后，真丝还是放生了他，理由是觉得不够强，并说以后会扎更好的。15. 金角鹿，他在 DP 第6级中登场，让小智陷入了幻觉，真丝用小火焰猴将其打败收服。
但是发现周围撞击后就将其放生。16小火焰后，大师兄我就不多说了，真丝你就后悔去吧。不过值得一提的是，真丝最后终于认可了小火用的实力，在被小智击败后，他非常欣慰地对大师兄说：“你变强了呢。”17玛丽露电，他在 DP 15期中登场，参与和岩石系道馆主朴太对战，但作为水系宝可梦，居然被岩石和地面系的小拳士打败，这让真丝非常生气。在对战结束后，真丝将其送给一个路人小孩。终于到最后一只了，土台龟。真丝的土台龟是他初始宝可梦，也是他最强的宝可梦。他陪伴真丝在关都、成都和丰原地区中旅行，相当于小智宝可梦中皮卡丘的地位。他在 DP 40级中初次登场，在冠军主演对战中，他被派出来，面对因为后坐力无法使用利奥卢莎，土台龟使用终极吸取和疯狂植物，企图彻底击败利奥卢莎，但利奥卢莎一下就恢复了行动力，一招劈瓦将其击败。在双打对战中，真丝也派出了他一发破坏死光就秒杀液化的大葱鸭，展现了超强实力。之后又轻松击败了小钢不良蛙，以下对战。在瑞之湖和小智6v6的对战中，真丝也派出了他轻松就秒杀了小智天蝎王。另外，他也是真丝宝可梦中唯一一只能够我行我素的。当小智草苗龟进化成树泥龟后，因为体重倍增无法维持速度而伤心的时候，真丝让他别多管闲事，而他在晚上却擅自去教树泥龟防守反击的作战。真丝知道后也只是淡淡的说一句：“真拿你没办法。”可以看出，在真丝眼里，土台龟还是跟其他宝可梦是不一样的。但可惜的是，他在联盟赛上没有出场过。难道是真丝想保留他对付神兽男吗？好了，以上就是真丝收服过所有宝可梦了。如果在与小智的最终对决里，真丝是派出土台龟、地级魔兽、乌鸦头头、轩辕熊、龙王蝎和鸭嘴夜农，那么你觉得小智还能赢吗？最后总结一下，真丝目前为止小智所有的经历中塑造的形象最为成功的，也是最有魅力的一位。对于宝可梦，他有着和小智完全不同的培育理念，虽然有个时候也很讨嫌，但最后还是洗白了。好了，今天内容就到这里了，我是阿 P，咱们下期见。